如果目标是让一个人活得毫无意义，你会怎么设计他的生活呢？哈佛大学的教授 Arthur Brooks 他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向思考，描绘出了一套现代人非常熟悉，但是也能完美掏空生命意义的日常作息。所以这不是一份该怎么做的清单，而是一个提醒我们追求的许多效率和刺激，可能正是我们通往空虚的捷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那最开始呢，教授他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的人呢，其实每天都在那边瞎忙瞎焦虑，所以到底为什么现代生活会感觉像是一场模拟的游戏，而不是真实的内容？然后他觉得说，我们根本其实就是活在像是电影《骇客任务》里面那种母体一样，就我们把自己的精力啊、注意力啊，还有时间，都源源不断的、不停的投喂给科技公司的演算法，而不是拿来过自己真正的人生。其实我想大家在刷软件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好像总缺了点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跟朋友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也觉得少了点温度，就明明你们已经 face to face 吃饭了。所以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的话题，就叫做活在母体之中。那我们首先需要来诊断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种现代空虚的一个症状，以及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得先来挑战一下，就是那些我们有点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一些日常的科技的习惯。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个夸张的数字，是205。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一般美国人平均每天会查看手机的次数。我想你拿出你的手机的使用时长看一下，抬起次数看一下，你会发现可能都不止205次。有的时候就算是等个电梯，那短短的几秒钟空白，你也会下意识的掏出一下你的手机看看，即便它没有什么信息弹出来，然后毫不留情的把自己塞回到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同时实现跟当下的一个脱节。所以这个205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其实就是串起了教授说的整个毁灭全部生活的一个次数。比如说早上6点半的时候被闹钟叫醒，你也会先滑个手机，或者是边吃早餐边玩手机。接着可能你就去上班了，但是这个时候你又需要盯电脑的屏幕。到了晚上睡觉前，你又会拿出手机，不管是玩游戏也好，还是在上网冲浪，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套写好的脚本。我们把生活变成了一种超级疲惫的无限的轮回，它被精心设计成是要最大化我们的分心，然后把意义降到最低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于是我们每天就会在这个循环的圈当中，不知不觉的去消耗自己的人生。OK， 再来看第二部分，左脑和右脑。如果我们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失衡的话，这种现代空虚症候群的病根其实就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完全卡在错的半脑当中了。神经科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左右脑分工其实非常的明确。左脑呢，它像是一台机器，专门负责那些机械式的执行，也就是大家以前熟知的，比如说理科生他可能更擅长用左脑这样子的说法，也就是逻辑啊、演算法这些。但是右脑呢，它其实是负责处理那些比较神秘的事情，像是创造意义啊、感受爱啊，还有建立真实的人际的连结。所以现代社会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一直试图用左脑的逻辑和演算法来去解开只有右脑才能懂的关于爱和意义的渴求。但说真的，意义这种东西是绝对不可能写成程式码的，或者是被模拟出来的。如果你硬要用左脑的方法去理解右脑的谜题，那就会掉进一个叫做 Brian Slope 的陷阱当中。那翻译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瞎忙和内耗。我们拼了命的把生活里面每一个事情的结果都要去最佳化，追求效率，追求达标。结果呢，在这个累死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完全全错失了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那种稍微有点混乱，但是却无比真实的温度和喜悦，这种情况是有发生。所以也就来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部分，叫做奋斗者的诅咒。为什么客观上的成功根本治不好你的空虚呢？这个其实是一些奋斗者最常中的招，就是所谓的到达谬误，是那种只要我升职加薪，只要我买了房，我就会永远快乐这种类型的想法和人。我们以为说实现了这个目标之后，内心就不会再有空虚的错觉，但是其实大自然设计这个心理机制的小把戏，纯粹就是为了骗我们保持饥饿感。他想要让你达到一个目标之后继续去狩猎而已。所以就像很多哪怕是胜利得主、金牌得主，
等等等等，他们在拿到金牌的那一天，可能反而会陷入极度的抑郁一样。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玩笑，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咀嚼一下这句话。你在公众场合受到赞扬的特质，可能在私下里面会让你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展现出来那种超强的抗压性、无坚不摧的样子，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我们想要这样子好的表现，去换取爱的一种创伤的反应，尤其是在上班的时候。所以这通常就会让我们在关起门来的时候感受到非常深的痛苦和疏离，都忘了真正的爱呢，应该是一种无条件的礼物，而不是拿你的 KPI 去换来的筹码。于是也来到我们的第4部分，去寻找真实的意义。这也是给我们生活现实当中的人类开出的一个处方。既然我们知道问题在哪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治好这个病呢？要怎么样逃离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找回那个真正苦苦等待渴求的满足感呢？教授其实给我们提了一个3大支柱的小建议。第一个呢是叫做连贯性，也就是你要能看得懂这个世界它背后运作的逻辑和规律。第2点呢是目的性，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正在往哪里走，而不是非常模糊的去生活。你要非常确定你的存在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对你自己而言。这3个支柱呢撑起了我们生命的重量，让我们的生活不会像是一艘在大海当中迷航的船。这3样东西是再厉害的 APP 或是虚拟的现实都给不了你的，所以要夺回这3个支柱，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戒掉对科技的过度依赖。这里有一个3步走的策略。首先呢，你得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演算法关在笼子里面，并且呢，你要为此感到生气，想要反抗。如果你非常 enjoy 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这个视频可以直接关掉，不用看。No need 对，然后第2步呢，我们要找出具体的方法去斩断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最后也是最难熬的一关，就是当你的大脑开始出现这种戒断症状的时候，你要学会忍受那个安静，要学会在无聊当中跟真实的自己好好相处。那刚说的第2步其实就是划清界限。教授非常强烈建议我们去实行这4条铁律，而且是完全没得商量的那种。首先，你每天刚醒来第1个小时，在大脑最脆弱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萤幕绑架你。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放下手机，好好看着对面的人，不要看电视，也不要玩手机，安心专心的去吃饭，让大脑去分泌那种只有透过真实的眼神交流才会产生的催产素。还有每年1次给自己整整96小时的科技断食。听起来有点难齁，但我相信这绝对会让你的大脑重启，重新感觉到快乐。那来到第3步，当我们在学着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先看透一个很荒谬的现代博人。其实我们真的超怕无聊的，动不动就要滑短影音来塞满每1秒钟。当然这的确确保了你在当下是不无聊了，你有很多东西和信息可以填充，但是代价是什么？是你一生可能就会这样子过下去，可能就会非常的平庸，或者说会非常的不快乐，而且是越来越不快乐。相反的，如果你勇敢的去拥抱你生活当中的无聊，让大脑偶尔放空漫游，可能你会通往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我们可以去大自然当中走一走，感受一下，或者是培养一些没有任何生产价值的嗜好，像是画画啊、弹琴啊、做陶瓷啊、手工啊，可能纯粹就是为了爽，它并不是需要得到什么或是创造什么，你就是 enjoy 这个过程，而不是为了变得厉害或是赚钱。最关键的是，不要再去逃避那些会让你感到痛苦的负面情绪了，因为很多时候痛苦就是让你感受到自己真真实实的正在活着。所以对于那些玩手机上瘾的人，我觉得也许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你也会走到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可能在最后我们还需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找回真实，拥抱无聊。它的核心其实是说，现在生活充满了让我们逃避现实、逃避自己的麻醉剂。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管是社交网络也好，或娱乐软件也好，游戏也好，他们都是一些逃避现实的方式，可以玩，但是不能过度。我们不能一直尝试的用这些无尽的荧幕的滑动、虚拟的成就和持续的瞎忙来避免当下的无聊，结果换来整个人生的无聊。虽然我觉得人生的意义这件事情的定义它可能比较庞大，但是回到这个课题本身来说，确实你得到的现状就是你有一点点萎靡不振，日子过得不开心。所以也许我
我们去拥抱那些不舒服的无所事事的时刻，让大脑有机会从被动的接收转为主动的思考，同时也去警惕所谓的抵达谬误带给我们的一些负反馈。白说，人生的满足其实源自于我们对于奋斗追求的过程，而不是某个虚幻的终点就够了。